南投吼，伫差不多30年前吼，竟然发展一种叫做石盘的工艺啦，然后兴起一个刻具啦、刻石头具的方式，这拢是南投开始先发展啦。所以南投这个环境吼，有遮的人吼，同齐努力安尼吼，甲南投的石艺吼，当作一真独特的一个地方文化。我出世是南投民间，较早时呢，细汉的时阵嘛无了解讲有这个玉石的产业啥物啊。咱像讲迄个天珠吼，来自都阮老母，细汉看伊安尼刺绣啦啥的，绣较真成。阮老爸是较属音乐的才能安尼啦，拢伫一个真爱好这个艺术的家庭内底大读初中的第一学期吼，规个家庭吼，就拢住去台北。初中读煞了后，是讲无来学一个一技之长，我就入去这个中国宝石公司吼。头一工吼，就是留一块石头啦，重是200几公斤啦。石头迄阵有差不多1米2左右吼，宽度差不多60cm左右，高度应该是差不多20外 cm 吼。迄阵2个人安尼创成迄个竹柄啊吼，经一个铁线甲过船做像油炸粿安尼吼，油条安尼，算讲安尼来回啊，一路安尼甲愈甲开安尼。迄阵无进口无基板也袂入来，大基板也袂入来。石头扭开的时阵，已经经过差不多40-50工去啊。我做差不多26-27年，做玉雕就对啦吼。有机会吼去工艺研究所教册啦。石雕甲玉雕无共，伊内底老师迄阵有2个风格吼，嘛无真共款。我是感觉爱这安尼就趣味咧吼，所以我咧教课有时间的话啦，我就摕剪来剪，摕来刻的。感觉安尼佫真新鲜咧。我若收入有够的中间，我就来刻我爱刻的物件安尼啦。倒落来装卡的时阵，有发明一种超音波甲迄个红啊吼，甲落出来的技术。真济透明的水晶内底有一线佛像，迄个技术拢对我开始3年的时间，小可建立一寡经济基础。我就想讲，无我来山顶吼，创一个工作室家己安尼好好来创作安尼。而家伊所追求的物件是迄个真宝贵的气质啦。咱玉雕的用石的习惯吼，会变成讲宝也大，剑也重，宝大剑重其实是玉雕的很重要的思考的方式啦，保留它的亮体啦，见它的重就是我们把它拿取的部分不要太多。这个思考会引发你去探索另外一个造型的可能啊。运用到石雕也是用这个观念，这个法则深深的影响我的创作的路线。石头伊的批展有当足丰富，我有当拢利用人石头去器啊啥物啊，倒迄搭动刀啦，甲这个暗砍条咧，部分是天然的，一部分是人为的，变做讲作品的一个较独特的一个风格安尼，随物复形随着这个物体赋予它形状，背后的思想就是天人两气啊。
台湾有在加工业很兴盛的时候，台湾进口很多。现在台湾加工业已经没落了哈，有些人要卖了，我就把它收集起来。现在我们先介绍这个白色的石头，这属于石英性质的东西。如果有粉色就是粉晶，这是白石英，里面是共生的矿物夹在里面，这里当成一种巧做。这个有夹碧玺，也有夹这个海蓝宝，它有7度哦，有相当高的硬度。石英的话透明的就是水晶，平常就是石英。石英它用途非常广泛了，主要是看你怎么利用了。这个叫紫水晶，透明的，像这个，颜色比较深就是茶晶。这个加拿大玉，这个绿色这个一般都可以取材到小的饰品、圆珠什么都可以做，所以这个边料都可以充分利用。硬度是6点多度了，差不多6.5以下。像这个外表差不多灰色的石头是墨玉的，它里面切出来是纯黑的，而且它很坚硬，它有7度的硬度。这个大部分出产在缅甸还有瓜地马拉。这个方蜡石来做雕刻、来做饰品都可以，它是天然色的但是它微怕酸，戴上身上的时候汗酸可能会稍微腐蚀它。硬度差不多5度。东陵有绿色的，也有蓝色的，是宝石的一种。红色是碧玉的，像这个叫蓝纹石，它有一条一条的纹路。这个叫虎眼石，有闪亮的光泽它磨起来就像眼睛一样，一条线，雕刻起来也很漂亮。这都是进口的比如说印尼或者大陆的广西什么，它有那种特殊的河道比较平缓，就是不是很湍急，所以它在里面，它经过水流千万年之后它就是形成很怪的石头。我都取材这个东西来做。这个来讲这粒才较平啦，这么平，你会用菜呢？但是伊这个面真直大自然的物件拢加减拢有曲线这边无真直所以看起来就自然。照安尼思考的话，有可能这有一顺必顺，大概方解石的结晶伫内底渗入了，怎黏掉咧？所以到时做开有可能一顺会白顺。你若讲这个角度较尖对吧？主要视觉上面的正面有可能伫这边做重点。那安尼，这个若是做一个兽头，就是动物的头。这个做身躯。那这粒的话照安尼长是真栽啦。你若讲安尼长也无要紧。闪耀的感觉，无这个小整理一下，这个长会掉，都真侪想象的空间。若是讲咱这粒石头准备要来利用，可能一时间想不10分的效果，但是这感觉这样来处理起来，应该会使先甲摕来，一段动都差不多有想法啦。伊这个敢若一个人，这有一幅，有可能一个囡仔面来，对吧？这嘛有可能卖甲去掉。再搁做一个囡仔，安尼就有一个真天然的物件。这是当地的砂岩捡来，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点突出的地方像这样子，它好像可以发展成狩猎的东西趴下来它身躯比较宽广，可能也可以做成另外一种表现。点缀一下就可以做一件东西这个天然造就的纹路，可能都是经过几万年之后才会形成这个皮层。这皮层如果经过整理之后，打蜡这个是很漂亮你就可以尽量利用它的高低起伏去做艺术的表现你若行到写实的来，有可能就较限制但是你若讲较艺术的表现，伊搁打破这个限制，
了面嘛用扁扁，嘛用大大，吼，主要你处理起来效果会好，安就好啊。这个是台湾的文明的一个记载啦，所以你一定要行创新的路，创新慢慢直行起来吼，你就有台湾的主体性啊。因为这个产品是明显的看出这是台湾的制作，吼，台湾的人的想法。另外追求你的快乐，你我都做这个物件做甲足欢喜的，伫去你食饭逐工想讲要安怎甲继续这个作品甲完成，吼，这款快乐吼。是伫创作面顶得到的快乐啦，安尼你就这条路你就行开落。即摆咱演示讲用这个细台的固定的切台吼，要切这个图案，吼，大家看卖啊，这吼，就是一般基本拢走直线啦，所以若要长弯吼，爱做真济摆，吼。这内底有迄空底的物件，要安怎去切掉？吼，小可示范互大家知者安尼。就是咱出力的方式吼，莫伤紧，伤紧有当会逼哩，吼，有当怎掠去就对啦，吼。若卡使慢慢切，真细致安尼甲切起来。一般拢较无问题。第一，这个水嘛爱姜景有够，水若无够就补水安尼就好啊。因为迄个冷却吼，一定爱靠这个水，无你切伤烧啊，石仔就会变质啊，叶仔会变白啊啥安尼去啊。咱若来到边缘的时阵，这基本伫遮摸着嘛是会去刮着，所以咱的手吼，拢爱伫这条的柄的边啊，安尼万一你若脱手的时阵，就袂去切着。现在我们初步已经切出来一个外面的雏形，但是总是这个线条都还不够顺，最适合是用这个砂轮整理到非常流畅，这样子，甚至于这个高低起伏能磨到了，尽量用这个去磨。磨的时候是这样子这个手尽量不要碰触到砂轮，碰到会受伤的，大家特别注意，手都放好，都放稳，但是必要的时候是说你在滑动的时候，有时候手要提起来，尽量都靠在这个旁边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这样子靠好就比较安全。雕刻的针头最基本是这种三角针。所有的画线呢，都是用这个由大到小，几乎是斜的，也是三角，只是它既可以在浅的地方画线，在深的地方也甚至可以开挖东西。这个角度就大一点，这个尖锐就画出来的线就比较细一点，应这个线条的需求，用这么细微的东西也可以。像这种侧面看起来是平的，用来画线最多了宽度也不会很宽。它要转曲线的话，小的曲线它就不大容易，稍微曲线的直线比较好。比如说要刻法师，但是大转弯的话，还是用三角针慢慢把它接起来，因为三角针接触石头的那个深度也不深，0.3mm而已，基本上跟这个平针画出来的线条也差不多了。像这个大的针，它还可以下料可以直接把它切下去，把那一块拿起来，或者细微的地方挖的还是不要慢，用这样子切紧致切，到时候把那个料把它用小起子把它挖掉，也是一个方式。像这个梯形这个是直管的，平底的很重要，就是来清底。有些图案在上面，底是在下面，底一定要平，利用推的方式倒过来。像推手法就要训练，不然的话会有坑坑巴巴。这两只比较细的东西还适合来穿洞，把坠子的头那个洞把它穿过去，这个就
整平，它可以侧面去整修东西。现在已经从这个大针换成更小的针了，就可以绕细的小转弯。一般比较小的陀锯转速都尽量可以快，但效率比较高。但是因为怕说初学者他不好控制，他一下子挖太多，他就可以慢慢调整。相当熟练的时候，你快转速是没有问题，只要是这个针不要甩开就好了。大又长的线条，尽量就用大，才会快。还有三角针有这个尖锐的地方插进去，它就不大会滑动。只要你手把它掌握得很稳的时候，就可以一直下来。水不需要很大，只要能供应它冷却就好了。而你要摩擦很大的动作的时候，你就开大一点。工具有新有旧，掌握新针跟旧针的时候那力道就不一样。旧针就力道要强一点，新针就力道要轻一点，不然的话挖太深。旁边如果稍微有一点白白的可以利用平棒去把这个锐角稍微倒角一下因为磕下去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节理会发白，抛光起来它还是存在所以要利用这个小针把它修饰一下。下料的陀针是很多种，要把东西把它磨掉，尽量就面积大的先做，然后再用小的。比如说它这个接触点只有一点一点，不可能说像这样修这么平。用这圆球嘛会使，咱用接触面较大这个来做，大粒球就是惊讲速度伤紧，圆度有当时也无啥精准，小可换一个，转紧的时候这个较袂麻，运作就较好。如果要加强线条，可以再刻一次。现在是这里已经压低差不多1厘米左右了。我们现在再把它整理。现在我们先用大的陀针整平，其他再用小的去接它。我们刻玉雕都是用世界标准的2.35的轻棒，2.35 mm 的直径但是也有比较粗的。这个粗的在出胚的时候可以尽量用，因为它旋转起来更快一点，提高效率。你现在我们用的是这个东西的平面推刀的方式去推本来是要这样子刻，但是现在是这样子刻。平面在推的时候，因为一直在滑动，不容易把它弄得很平。除非你是用一个机器这个也固定，这个也固定，把它推进去。雕刻基本上是手工，滑动的时候，你每一个角度都有一点小变化，就不容易弄平。基本上你要靠你这个手感，突出的一些点什么，你会感觉得到。你如果感觉不到，你就尽量做到说你以后你提高你的手的敏感度，像这样子把它做平。如果稍微有不平的话可以在抛光的手续把它抛过，那就可以了它有时候很利于差不多30度左右斜斜的，它就有一个漂亮的曲线出来。也不会产生自刀。如果全盖上的话，就会产生一个正圆，有没有一个正圆出来？越盖越深，洞越来越大。如果要造成鱼鳞的效果，鳞状的东西就是用这种东西比较快，不然的话你要用三角针这样子绕，就比较慢一点，差不多斜斜的盖上去就可以有一个漂亮的弧线。这个平刀有大有小大的就适合画长距离的线。如果要交叉这样子纵横的画线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龟模，你知道，印柜的龟模，那个就是银雕了。用一团面粉把它盖上去，拉出来就是一个东西的。印雕可能更需要比较稳定的技法，一次刻成才会有好的效果。你若较歹掌握物件，你莫伤紧。260、250这个范围，伊的切削的速度就较慢啦。所以你就较好控制。无你一摆就画伤济，你就真歹收拾。块头比较大的东西要切割，注意人一定要在这里，供水一定要保持顺畅。你不在这里的时候，万一有什么操作上的错误机器会发生问题，就马上把它必须动力把它切掉。切下去有一个拉力会把它拉歪掉，锯片可能会坏掉所以你一定要固定。这个是24寸的锯片如果还切不够，就把它翻转，翻过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子对刀。如果还不够长，就用这个长的尺，前面要对到，后面也要对到，对到底下原来切的地方了，因为上面已经切了嘛翻转过来就看不到上面了，下面还看得到。有的锯片走的路线调整到上下是对准那个刀。左右也要对准，两边切就切断了。现在这个东西摆放正确之后，刀已经移到上方，接着要固定。石头的上下必须都要有木板，才会夹得紧。现在充分夹紧之后先放下来试试看，是不是你对准了你要切的地方这样再来动力把它打开。之前要先放水，下去之前要很慢，让它有一个切的轨道出来，才可以放心的放下去。现在即将快要切断了，但是锯片是圆的，中间切断了，两边切不断。所以要前后移一下就可以了。这就是咱一般手工具做铁工、做石工啥拢咧用的，这真灵活啦，就是讲你即摆若安尼按落切因为这有过改装过，无螺丝捅出来啦。一般你若装落的时阵，才有一个螺丝捅出来，这个有落落去绑起来，这个基本有去经过绑过所以都真好做，咧切的时阵袂去撸到。这个螺丝啦，喷水就要冷却伊这个基板甲石就是讲，无你若要用打切，这石头这个程度是要会堪去打切啦，打切你就是在进度的时阵要较慢速较慢互遐烧，石水用水的话是拢总无伤就对啦，所有的物件若拢用水，第一这基板可能。较耐用切叶真定，所以一定爱喷水，才有法度。你若喷甲讲拢迄个足大安尼伊有当时会冲击到你的视，要讲看的视觉就是安尼。所以即摆安尼差不多安尼就好啊。浴鞋是一定爱的若要用水浴鞋就无你会导电，会变做你伫做到尾仔来，这个水拢会走入去行做到漏电的时阵变产生危险啦，对水就较不利啦，就是伊会垃圾的伊会喷到遮来，所以有当时久就爱甲切的，
再来用。但是要保护目睭的时阵，有一寡粉屑啦，一寡遐石头油啊，幼粒啊会喷入来，所以用挂目镜保护掉较好。若打坐的时阵，口罩嘛要挂风扇在淡的情况下是较无要紧啦，因为淡就本身粉就是较袂黑袂用啦，你即摆一打咧做的时阵是一定要甲抽出去的，无你就倒面来啊。拿这支刀未去伤到别位的情况下，密切的观察讲，这个物件刀会使来到这，切的时阵是安尼落刀嘛，一定要稳定的我咧就夹刀就对了。切袂断的时阵，就利用各种角度，若正个袂使慢慢啊敲，慢慢啊敲，会使安尼梳。即摆是拢要是粗胚阶段啦你即摆若咧整理的时阵为着这个呼应这个自然的时阵。你到底是要用软的线条，还是要用硬的线条？你才去选择安尼。即摆算用这支做一个雏形啊，这支较大，愈细伊就做的所在较优秀啊，就是讲会做较活出来。本来这里是准备做手伸出来的动作，现在忽然间断掉了。这个是这里面有红的痕迹，表示这个原来就断了很久了。红就表示有矿物质渗透进去，因为黑的根本就看不清楚。刚好这个手的长度还够，我们就把它藏在袖子里面就好了。抛光原理是说，一直砂磨，一直砂磨磨到最细，比如说600或者1000，虫胶棒、砂纸、海绵砂轮，同时可以互换，做到差不多600号，就有些东西就可以亮了，那是砂抛。这个都是粉类的，这是粉抛，利用钻石粉大概是最有效率，因为钻石很非常锐利。它很细，但是材料比较贵，粉就相对便宜，都是要沾粉，这是粉抛的部分。虫胶是一种粘合的东西，它遇热它就软掉，按冷的时候它就又变成固体，刚好可以拿来用作玉雕或者是石雕的抛光用途。我们现在要做虫胶片的示范。这个金刚砂，它有各种号数，从粗到细我们现在在这里的金刚砂叫做120号的金刚砂，在炉子上面炒到很热的时候，适量的虫胶片。把它倒进去，倒到它能和在一起的时候，连成一团，拿出来在凉的地方冷却。比如说在石头上的平板抹上一层油，就把它压成这个片状，就可以代用。有各种号数的抛光的片状的东西，将来要用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酒精灯上面烤。第一
我们先把不能用的钻针，把这个钻石头啊，把它剪掉，把它剪掉。那么为了牢固，把它磨成四方形的。有些还保留一点点的钻石针没有关系，我们在用的时候小心就好，它抓起来那个牢固力会比较好一点。就是这个芯棒原来是圆的，我们把它稍微破坏一下，让它稍微粗糙一点。等一下它重胶上去的时候，连在这里就固定不动了。我们要把这个片状的东西做成这个棍状的东西，或者是这种形状的东西。我们用这个工业酒精装进酒精灯上面，让它燃烧燃烧之后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把它加热，不能让它产生火苗。产生火苗就可能已经稍微过热，会变质。做好了之后还软软的，对不对？放下水冷却，这样子就可以用了。这个不要放太久了，比如说放超过10年以上，可能会弹性啊什么，它的软化程度它都不能恢复了。这个物件做海绵砂轮，有高有薄，番号都120番、400番、600番、800番拢有，就是要甲物件逐渐落油。那是缅甸玉啦，上好用的是水晶、软叶啊，就是咱台湾玉、加拿大叶啊，这类的真适合用这。一般这拢有粉尘小出来，所以咱最好是保护一下若要抽风嘛会使。有的砂轮讲好破，就会使来用啊。海绵砂轮就是讲拢磨好啊、刻好啊，开始磨较油啊。这是较方便的，打就会使做。这个海绵砂轮算真直接唔免过固砂纸、夹砂纸，直接倒咧就使用。但是伊用的范围嘛是有一个限制，就是讲伊有的物件较惊烧的，伊就无适合；也是愈较袂惊的电脑爱用什么物件来滤的时阵，比如砂纸来滤，伊就较赖。这个范围，这就遮大地，所以有的所在慢慢角角嘛无法度。这嘛一种这就用固砂纸的，这砂纸来甲凹做4张，甲加长，这个范围就是来固这个宽度，一张用做4摆就对了伊嘛是有粗有细，这砂纸算上赖的物件啦。这个砂拢差不多伫纸的面顶，甲黏咧尔，缺点就是爱换会消磨。都粗甲油甲5000番拢有啦。用强力胶甲固咧，就会使来芳。对付这种平面的物件，剩空底尔，空底咱咧冲胶棒来扣安就好啊。原理就是，因为你刻的时阵拢粗粗嘛，一定爱用粗来芳，粗芳甲足油的了，就会使芳粉啦。芳粉就全规个金起来。通常600番的就会使你金啊啦。若较高级的石啊，1200番、2000番拢有人咧芳。即摆就算到粗开始芳，粗通常120就会使要安怎甲装起这顶我等下示范一下。搁安尼对搁加，一地加做4地就对啦。
安尼了后，要加一个空吼，互伊对跌落去。吼。加一个空吼，即摆安尼斗吼，第一张的粗面拢伫外口，吼，第二张就搁合倒转来，吼，第三张都搁外口，吼，这个外口，吼，第四张搁这边，吼，第五张。第六张，上外口张嘛是粗面伫外口，伫这边外口甲伫这边外口，吼，都换过来换过去，换过来换过去，安尼在磨的时机会才变紧就对啦，吼。这安尼乱乱，搁无正圆，即摆就甲先安尼夹安尼，夹安尼，一个夹一个夹，吼，一个夹，安尼大概安尼，吼，安尼较平均，要转起来较平均，吼。即摆同款用迄款大地海绵沙轮吼，即摆要做细微的，就用细微的海绵沙轮，吼，泡粗粗，就挂线条内底就使入去，吼，就算三角尖啊安尼用啊，吼，沙纸吼，加只细地，差不多一个50块的铅笔遐大地，吼。你中爱落一空，甲扫起来吼，安就过啊，吼，速度现在2万转，再小一点的话就可以再加快了。现在就虫胶棒，由粗到细，但是要选择那个材料，有些抛到600就可以了，就不用抛到1000，多耗时间，除非你要抛翡翠啊什么，那就特别精细一点。这个就要水，不然的话会溶解会软掉，修成平整一点，不然的话会抖动，中间是尖状的，对不对？就是很多东西可以进来这里面，这里就可以这样子做，几乎这个动作就很多细微的地方就可以做得到，这里做不到，用推刀这个小地方就可以弄得到。利用这个尖状，甚至还可以把它修成更尖一点，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把它做得很彻底。
你现在好的工作室一定要备有很多种材料，没有尝试过的石头千百种，可能是白粉，是这个蜡，是这个钻石粉，各有功用。通常已经抛到600号的沙土，就可以用白粉氧化铝把它摩擦变成很光亮。本来的时候就像面粉一样，所以要加水，也不能加得像牙膏那么稠，一半的程度比较好粘。在摩擦的时候不要用力太大，因为摩擦生热太热的话石头会变质甚至会裂掉。抛光的皮革摩擦力跟这种布轮的摩擦力不太一样松软的石头就用布轮就可以了，金属可以抛玉石通通不行，几乎抛不下去。如果坚硬的石头都用皮革这个布轮一般也不用白粉一般用这种摩擦的蜡这里面也有白粉。我们这一块是龙纹石，台湾本地浊水溪产的龙纹石。这一块是金属，这一块是石头。我们现在试着来把它泡亮。抛光是不是很多器材？在细微处最细微要用什么东西那我们现在逐步就把这个是皮把它剪成像1块钱的大小。如果抛的地方很宽，就用3张；抛的地方窄，就用2张，甚至1张。这个就是中刷，中去做的刷子。比较松软的东西就用氧化毡直接擦蜡就可以把它弄亮。比如说贝壳，或者是珊瑚。这个是白粉棒，修各种形状，而且它比较耐用。这种是竹签去做的，底下要符合我们这个2.34的芯棒大小。一个方法就是牙签一般都是3 mm， 夹在3的那个机器上面，然后让它旋转，再用钻石针去给它磨。比如说去给它磨这个部分，磨到2.34，刚刚好就可以插进去。甚至于现在还有更新的材料，玻璃纤维如果找玻璃纤维棒不好找现在的进步的雨伞那个骨架都是玻璃纤维，稍微整理成2.34就可以插在这个机器上面，而且很耐用。先来做皮抛就扛啊扛，用大工具没有办法得到的地方就是石头有千百种所以必须要很多抛光的材料到时候下手的时候也可以及时试一下。这个树脂的白粉棒。这个是新材料，就是树脂把白粉包在里面，效率差不多。如果效率要提高，你就用钻石粉试试看。钻石粉价钱比较高贵一点所以总是要尽量省材料，用小的笔刷或者眉笔集中在抛的地方甚至在抛在旋转的时候粘到鳞棒上。竹签直径非常小，那就专门用在这种洞里面，其他东西工具够不到。充分的白粉，充分的钻石粉，慢慢弄，一下也是会亮拎起来哇雕倒是可以利用这个艺术手法或者艺术的感觉去分别你要抛得很亮或者不亮。但是玉来讲自古的传统不亮的话，它光泽跑不出来，不是那么鲜艳，所以
如果是玉的种属或者宝石的种属细微的处都是要抛得亮。经过这一次的演练大致你自己去体会把它做到最好。保大见重，这是玉雕的基本原则了体近其小，它的形巧妙的地方尽量把它表现出来。色近其巧，比如说它有红色有绿色，巧色巧用的意思那你要刻一件东西，刚刚好在那个部位把它展现出来。刀近其脊，一定要没有刺刀。让它非常圆顺，表示你是很熟练的人去做的。鱼尽其直标准美玉叫鱼它的直要把它显现，经过抛光才显现出来。瑕尽其掩，无瑕不成玉你必须要去把它掩盖掉。柔尽其力一定要尽其它的绚丽，枝芽什么都要设计的非常生动。折尽其彩，就是要把这个光泽非常之亮丽，然后把它的彩度把它显现到最高，这样。清洗就把石头那个白粉粘在上面的都设法把它清洗。从家的遗留就用酒精去擦拭洗干净之后要擦干，不然它泡到油锅里面一定会像油爆一样然后就慢慢进到这个蜡里面。如果这个是冬天，你的东西很凉那个又是玻璃质的东西，比如说是水晶、玛瑙甚至玻璃都不能这样子泡下去。一定要蜡还没有溶解的时候放上去它开始就很少量的，慢慢加热还可以，不然的话下去就裂掉了。锯一小块的蜡，然后吹风机跟着吹，就把它粘在作品的各角落，把它粘均匀。吹风机把它吹到全部溶解，上面的蜡有白白的地方全部溶解马上用布把它擦掉。这是穿蜡就比较好的蜡，就是一般玉雕都是用这种穿蜡比较多，因为你玉算是相对宝贵的嘛宝贵你就让它好像能久久不会退蜡。上了蜡之后，光泽就全部都一体了啦。对热不敏感的材料都可以，体积大的就泡久一点，体积小的很小的像坠子，泡个几秒钟就可以了，淋到它都不会白，跟那个玉的色调都一样的时候就可以了。这个蜡熔点是100度以内，但是燃点可能200-300度，它就整个会烧起来，烧起来就不容易扑灭，所以就不要让它过热。这个角落边边角角容易积存蜡，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边边角角把它擦干净。可能我即摆都已经70多岁啊，可能我出生我遐石头嘛用袂了啦但是我嘛袂讲专门去甲变去甲变讲我这想法特别突出啦啥物。我感觉伊有当时真平凡内底嘛会用变出物件，有当真有天然条件甲你帮助的，你若无好的灵感来支援嘛无一定会变出好物件。若要创造的物件无一定完美啦，但是我认为可贵是倒位啦？可贵就是讲你较卡手的创造嘛比一个完美的模仿更加可贵啦。本来我的志向就
立志要甲我学到的这技艺吼，甚至我的一寡心法吼，甲教出来。所以我有免费的咧教学生啊，吼啊，即摆有这个机会，拄有公家有资金吼，去甲这个记录起来，我就是这真好的代志啦，吼。人去要去追求经纬这个影片吼，去了解这个物件，啊，去开始去爱好这个工艺，吼，这是真重要的意义。